空无一人的教室里，我揉着头痛欲裂的脑袋，看了眼时间，指针快到12点了。我猛地冲了出去，看到天台上站着的宋念东。我捏着手里的情书，气喘吁吁的叫了他一声。宋彦东，他脚步迟疑地停下，转头看我。跑得太急，我一脑袋撞在他身上。他动作自然的伸出手接住我，嘘嘘的环抱着我。我站稳后，他就有分寸的松开了手，诧异的看着我，怎么要跑这么急？我气喘吁吁的问，你在干什么？他面色十分平静，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。我却知道，如果没人来，下一秒他就会从这里坠落下去。他倒在血泊里的身影，我见过很多次。我被困在他自杀这天，无数次想要阻止他，却不得其法。直到刚刚，我再次醒来，看到了桌子上的情书，宋彦东写的，他暗恋我，我一直不知道。我忍不住抬头看他，修长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打出一片阴影，漆黑深幽的瞳孔平静的看着我。我伸手举着手里的信封，你不需要一个答案吗？他面色如常，修长的手指却逐渐握紧。我暗骂一声闷葫芦，你都没问我同不同意啊？静静的对视几秒后，他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抖，什么意思？我抿了下唇，意思就是我答应你了。答应我什么？就是你写的呀。他固执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我写的什么？我咬牙切齿的看着他，一字一顿的，你写的情书。我答应了，我答应你的表白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谈恋爱了吗？是的。他忽然抿唇笑起来，整个人放松下来，脸颊边有2个小酒窝，衬得他格外可爱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心理疾病，甚至严重到会自杀。我越过他，看了眼后面的围栏，仍旧心有余悸，拉着他往外走。咱们现在应该去约会吧，不应该在这里，走吧。他顺从的跟着我往外走，在我身后好奇的问我，我们去哪里约会？你别管了，我来安排。我急着往外走，没看到他在我身后，回头看了眼楼顶天台，若有所思的表情。嘴上说的很厉害，但其实我也只是纸上谈兵，并没有实际经验。但逼已经装了，硬着头皮也要装下去。我手忙脚乱的在群里发消息，下个天下第一，江湖救急，第一次约会带对方去哪里？池仔，你谈恋爱了，下个天下第一，快，很急。然而约会攻略，请查收。我到了声谢就关了手机，任凭群里吵得热火朝天。5分钟后，我看着眼前的情侣餐厅，沉默了。宋彦东在我旁边小声的笑，你喜欢这种的呀？我转头瞪他一眼，他识趣的闭上嘴。对，我就喜欢这种的，怎么了？他摇摇头，没怎么，我感觉挺好的，其实只要跟你一起吃饭，在哪里都挺好的。我脸上一热，上下打量他一下，看不出来这人还会一本正经说骚话。吃完饭，我准备带他回学校，他脚步停下，不愿意走。怎么了？他抿唇看我，你以前约会就只吃个饭吗？我哽了一下，不服输的带着他掉头前往电影院。站在电影院前，我看着眼前的各大影厅，不知道选什么好。宋彦东指着上面的情侣包厢，选那个。干嘛选那个？他一本正经，我们不是恋人吗？面前的工作人员来回打量我们，眼里的揶揄藏都藏不住。我尴尬的捂住脸，瓮声瓮气的，帮我开一间，快。坐到座位上时，宋彦东抿嘴偷笑，等我仔细去看时，他又正经起来。我敲敲椅子，看完电影就回去，他乖乖点头。隔了一会儿，伸出手来到我面前，我压低声音问，干什么？他也跟着压低声音，牵手。我有些犹豫，他表情委屈起来，坐直身子就要起身。我连忙拽住他，你干嘛？没什么，我想出去冷静一下。我啪的一下把抓住他的手，好了，牵，快坐好。他眼里闪过一丝狡黠，我皱眉看着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无辜的看着我，什么故意的？眼里的神色不似作伪。我没再问，拽着他让他坐下。他掌心温热，像是带了电流，
我莫名觉得有些奇怪，不自然的想要躲开，被他再度握住，不容拒绝的握紧。我顿了顿，忽然感觉心跳似乎快了几分。回到学校宿舍时，宋池走过来看看我，真谈恋爱了？我点头，他追着问，谁啊？哪个学院的？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没理他，转身看向陆然，你伸手。他不明所以的伸出手，我抬手牵上去。他皱眉看我，干什么？我安静的仔细感受，没有任何异常感觉。那为什么到宋彦东那里就不一样了？陆然晃了晃手，你还要拉着我多久？我女朋友知道了可是会吃醋的。宋池走上来，扯开我们的手，生什么气？小夏又不喜欢男的。陆然神色古怪的看了他一眼，那可不一定。我心乱如麻的洗漱，爬上床，闭着眼睛装睡。宋池转头问我，你不喜欢男的对吧？我烦躁的蒙上被子，我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楼就看见宋彦东等在楼下。他看见我时走了过来，提着早餐递给我。宋池面色不善，他来干什么？你们很熟吗？宋彦东脸色不变，看都不看他，从身后拿出一束花。这个给你，昨天太仓促了，我听他们说恋爱要从一束花开始。宋池瞪大了眼睛，激动的看着我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的什么恋爱？宋彦东眨眨眼，你没告诉他们吗？我闭了闭眼，还没来得及说，宋彦东看着宋池，语气波澜不惊，一板一眼的陈述事实，我和林夏在一起了。昨晚。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，我们现在是情侣。我扑上去捂住他的嘴，你小点声，这么多人呢。他不解的眨眨眼，拉下我的手，怎么了？我们就是在一。我拽着他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小声交代，是我们在一起了。但你不要这么大声。他不明所以，但还是乖巧的压低声音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宋彦东以男朋友的名义一定要和我坐在一起上课。老师看着平时上课都在第一排的他，诧异的问他怎么今天坐在后面。宋彦东笑了一下，因为我要和我男。我眼疾手快的抓住他的手，用力捏了一下，眼神警告他闭嘴。干笑两声，呵，他说他想体验一下不同位置是什么感觉。宋彦东安静的捏着我的手把玩，随便我说什么。我看着他低着头，认真的比划着我和他手掌的大小，忍不住好奇他为什么喜欢我。按理说他长得这么帅，性格又很好，不会缺喜欢他的人，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于是撕了张纸，写了纸条递过去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他接过纸条看了一眼，我松开手示意他回复。他继续抓着我的手，左手拿着笔一笔一画的写字，秘密。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我不想理他，转头背对着他。他轻轻拽了我一下，我转头看他，他把纸条递给我，上面大刺蜡写着一句话，我可以亲你吗？你妈，得寸进尺的狗东西。忍无可忍的我力透纸背的回复，做梦。他慢吞吞的看了半晌，那我下了课想去天台吹吹风。我怒气冲冲的瞪着他，这人一定是故意的吧。半晌，无可奈何的回了一条，下课去3楼钢琴教室等我。他小心收起纸条，笑得酒窝又冒了出来。正是课间，钢琴教室里没有人，我拿出钥匙打开教室门，伸手推着他走了进去。窗帘被风吹起，我心跳的有些过速。我故作自然的拍桌子，坐这里。宋彦东安静的很，乖乖坐下，掀起眼皮看我，黑色的眼睛浓郁幽暗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抬头，他睫毛一抖，顺从的抬头看我，阳光照射进来，他眼睛湿漉漉的。我内心天人交战，半天没有动作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直起身子，抱着我压了下来，阴影扑面而下。他声音沙哑喘息，闭眼，再次睁眼时，他向来冷静的眼睛里陡然翻起滔天暗浪。我被他看得不自觉想躲避，浑身燥热，好像有一股热气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的，不受控制。宋彦东手指压抑的紧握成拳，放在身体两侧，手背上隐约能看见鼓动的青筋，彰显了他此刻的克制。偌大的教室里十分静谧，能清晰的听见他的喘息声。
听得我面红耳赤，我颤抖着指尖强装镇定。好了，该去上课了。我狼狈的转身落荒而逃。回到教室后，宋池一屁股坐过来。干嘛去了？一下课就不见了。我转头看他，他瞬间愣神，失声的盯着我，咽了下口水。我皱眉，干什么？他咳嗽两声，磕磕巴巴的，没什么，就是问你去干嘛了。我正心烦意乱，看他这副样子，没好气的转过头，没干嘛。你赶紧回去坐好，要上课了。宋池一动不动的坐在原地。我回哪去？咱们以前不是一直都坐在一起？头上阴影笼罩下来，宋彦东冷淡的声音居高临下的传来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我听见他的声音都莫名觉得羞耻，忍不住低头埋在手臂里，不去看他。椅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，宋池不悦的声音响起，你的位置？小夏旁边一直都是我，什么时候这里成了你的位置了？周围似乎安静了一秒，宋池和宋彦东平常根本不会说一句话，俩人根本就毫无交集。我有些疑惑宋池为什么对宋彦东有这么大的不满，但此时我帮谁都不对，而且这会儿我心里别扭，正好想离宋彦东远一点，于是我索性低着头装没听见。宋彦东沉默2秒，理直气壮的开口，因为我和林夏在谈。我闪电般的站起来，一把推开宋池，动作迅速的拽着宋彦东坐下。我和宋彦东还有事要谈，阿池你先让一下。宋彦东坐在我身边偷笑，宋池坐在前排频频回头看。我偏头看向宋彦东，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戳他的酒窝，他往这边凑了凑，这样是不是更方便一点？我闪电般缩回手，什么方便一点？你好像很喜欢我。我抬头看他，紧密的空间里距离被拉近，甚至能从他的瞳孔里看见我的倒影。我呼吸停了一瞬，他眨眨眼，若无其事的补上最后几个字的酒窝。我低下头掩饰自己跳动的过快的心脏。我有说我喜欢吗？他半边身子往这边靠，压低了声音。那天你盯着我看了很久，而且刚刚你还伸手摸我了。你想吃完不认账？我震惊于他跟之前完全不同的两个样子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格。以前的宋彦东冷淡又矜持，根本没跟我说过几句话，怎么现在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？他还在不停的逼问，我推了他2下。好，我喜欢，好了吗？快坐好。他人还没坐直，我俩就被老师点名了。宋彦东、方林夏，我忍你们很久了，从上课就在那里嘀嘀咕咕。什么喜欢的？你们干嘛呢？班上同学齐刷刷往这里看过来，我尴尬的想钻进地底下。大学还被扔到教室外面罚站，谁有过？我有。以后玩你有我没有，我又多了一个素材呢。我站在教室外，看着面不改色的宋彦东，气得脑瓜子疼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我才站外面的。怎么是因为我呢？不是我们2个一起说话的吗？可是因为你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，他才这么生气的。好吧，对不起。他从善如流的道歉，下一秒眼睛亮晶晶的，可我忍不住，我太开心了。我叹气，被宋彦东这副完全不遮掩的样子彻底打败了。宋彦东最近似乎掌握了拿捏我的秘诀，我很看不得他装可怜，是后遗症也好，是有一点点不忍心也好，总之我有点见不得他可怜巴巴的看着我。篮球赛上，宋彦东死活要来给我送水，美其名曰别人有的我也要有。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，眼里的委屈下一秒就能溢出来。我毫无抵抗之力的答应他。我看着同队男生的女朋友拿着水在场下等，一群可爱的女生中间站着一个突兀的宋彦东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宋池走过来拍了我一下，笑什么呢？我指指宋彦东，我笑他啊。宋池语气不善，你也觉得他可笑啊？我有些奇怪的看着他，不是啊，我觉得他可爱。你不觉得吗？宋彦东看见我指他，笑着冲我招招手。我笑得更加开心，好像大型金毛啊，可爱。宋池眼神一变，小夏，你前2天说是没办法才和他交往的，
我怎么看你这副样子，是真的喜欢他呢？我猛地反应过来，收回笑容，僵硬的转过头。是啊，为什么现在看见宋彦东就想笑，看见他就觉得他很乖很可爱？我深深的呼出一口气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你只是为了打破这个循环的魔咒，只是为了回到正常的生活。你是男的，他也是男的，他有什么可爱的？冷静30秒，我转身看了眼宋彦东，他依旧笑着向我招手。冷静不了，真的很可怜。我一本正经的看向宋池，伸手搭在他肩膀上。宋池，我可能真的弯了。完了？不是，是弯了。什么完了？我忍无可忍，怒吼一声：宋池，你耳朵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说我弯了。我好像喜欢男的了，篮球场上我一战成名。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女生的情书了。我在宿舍抱着陆然哭，手脚并用的扒在他身上。我不活了，我没脸见人了，都怪宋池那个王八蛋。宋池在旁边摊了摊手，关我什么事？陆然敷衍的拍拍我的背，别哭了。我女朋友问什么时候带宋彦东一块吃个饭。我假惺惺的站起来，擦点那根本没存在过的眼泪。周6吧，有对象以后带过来一起吃饭，是我们一群人不成文的约定。我整理好情绪，跑到一边给宋彦东打电话。电话没响2声就被接起来。怎么了？那边的声音带着止不住的笑意，好像自从我答应和他在一起后，他就一直很开心。白天刚当着大家的面丢完人，我这会儿听见他声音有点不自在。我清清嗓子，故作淡定。周6腾出时间，我带你去和我朋友们吃顿饭。他轻笑一声，这个我知道，要公开我了吗？夜色太静，他带着笑的声音顺着轻微的电流传入我的耳朵里。我被激得半边身子都麻了一下。你能不能别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学？恼羞成怒一般挂掉了电话。我一抬头，宿舍剩下的2个人正静静的看着我。陆然眼里满是调笑，哟，跟人家说话骂人都像在撒娇，怪不得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深情告白呢。宋池眼神有些古怪，面无表情的转身上了床。我摸不着头脑，悄悄指了指他的背影，无声的问陆然，他怎么了？陆然瞥了他一眼，谁知道，可能是嫉妒吧。嫉妒？哦，怪不得呢，我们这几个人里就差宋池没对象了。那有什么嫉妒的？找一个不就得了？滋滋冒油的烤肉被安稳的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，我顾不上说话，低头闷声吃着。宋彦东在一边慢条斯理的帮我烤着，室内除了烤肉的声音一片安静。陆然被他女朋友踢了一脚，第一个开口，小夏，你说句话啊。我终于从盘子里抬起头来，放下筷子，微笑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宋彦东。陆然女朋友江早笑着冲我眨眨眼，行啊，眼光挺好啊，这么个大帅哥被你收下了。宋彦东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，不是的，是我眼光好。江早被这一句话整个激动的不得了，疯狂地拍住陆然的大腿。陆然脸色涨成猪肝色，甭管多激动，拍你自己腿。我捂着脸躲在一边，忍了半天，还是没忍住打开一个指缝看了一眼，正对上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，一眨不眨的盯着我，太犯规了。我亲的一下重新捂了回去。宋彦东伸手把我的手轻轻拉下来，靠近我耳边，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你别把自己弄坏了。饭吃到一半，江早忽然问了句，宋同学，你没有朋友吗？怎么没带来？宋彦东脸色忽的一变，勉强笑了下，半天也没说出话。他手指在下面紧紧攥着，手指用力到发白。我悄无声息的把手移到下面，一点点掰开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握在手里，面不改色的接话，他第一次谈恋爱，不太习惯。回头再认识。宋彦东扭头看着我，对视不过2秒，他默默垂下眼去。吃完饭要回学校的路上，宋彦东好像遇到了熟人。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和人说话，那人一边说话一边频频看向我的方向，看着他俩越靠越近的距离，心里忍不住有点不舒服。宋彦东在他说完一句话后，猛地抬头看我，
眼里闪着破碎的光。我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大踏步走了过去。只听见那个男生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好好想想吧。”我看着他问：“这人谁啊？”他躲开我的视线：“以前的一个朋友。”我皱眉：“以前的一个朋友？你不是说自己从来不需要朋友吗？”他张了张嘴想解释，最后却什么都没说。我有些烦躁的转身就走，他犹豫着跟在我身后，一直到宿舍楼下，他欲言又止的看着我，我心里莫名的有些不舒服，也不想主动说话。他一直不说话，我心里更加憋闷。明明平时要亲亲抱抱的时候说的那么好听，一吵架就一句话都不会说了。我上去了，你回去吧。不等他反应，我转头上楼，站在楼道的窗边，看着他在楼下的身影。宋彦东大一那年就申请了校外住宿，没在学校里住。他站了很久才离开，远远的看着他的背影，莫名的有些落寞，我心口闷闷的不舒服。但我又想到他刚刚说的什么以前的朋友，不自觉想起刚开学的时候，又开始忍不住生闷气。刚开学那会儿，我因为跟陆然和宋池很早就认识，再加上我本身就喜欢交朋友，所以我身边经常围着一大群人。宋彦东不一样，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干什么都一个人。我有些不忍心，屁颠屁颠的带着一群人跑过去要跟他交朋友。我笑嘻嘻的伸手：“宋彦东是吧？我是方林夏。”他抬眼看我，我知道，我得意的冲宋池扬了扬眉：“看吧，人家知道我。”来之前，宋池还嘲笑我：“别到了人家压根不认识你，还跟你当朋友呢。”我更加开心的笑：“那我们做朋友吧，以后一起玩呀。”我的笑还挂在脸上，就听见他冷淡的抛出一句：“抱歉，我不需要朋友。”随后拿着餐盘和我擦肩而过。从那以后，我干什么都躲着他，尽可能避免和他碰面。没有男生被这样打脸还能做朋友的，更何况我一直以为他是真的不想和人做朋友，所以才这样的。结果今天他告诉我他有过朋友。那天以后，我开始和宋彦东闹别扭，上课时不跟他坐在一起，吃饭时不和他一块，打篮球不收他的水。宋彦东沉默着接受我的这些疏远，似乎习以为常，曾至于他也在故意躲着我。可我很不适应，我习惯了他在我旁边帮我做笔记，习惯了他帮我吃掉我不喜欢的食物，习惯了进球后转身看他。我脾气越来越差，陆然都看了出来。可宋池好像很喜欢这样，他开心的揽着我的脖子。真好，这样感觉又回到了从前，就我们三个人。我低头扒拉着手机，手机里没有一条他发来的消息。讨厌鬼，闷葫芦，我不说话你就不说话，是在参加谁先开口谁就输的比赛吗？我烦闷的把手机收起来，一抬头就看见宋彦东沉默的站在不远处，眼睛盯着挂在我脖子上的手。他看见我抬头，眸光微动，逃避一样的快速转过视线。我冷哼一声，和他擦肩而过。混蛋，太混蛋了！他居然什么都没说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这样视而不见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就走掉了。果然男人都一样，得到了就不珍惜。等等，我是不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？我不一样，我得到了会更加珍惜。我在宿舍守着手机看了很久，他居然还是一句话都没发来。我烦闷的把手机收起来，想要出门透透气。宿舍楼下面站着一个有点眼熟的身影，是宋彦东以前的朋友。我装作没看见，想要走过去，他主动过来拦住我。我懒洋洋的抬眼看他。什么事？他笑了下，找个咖啡店聊一下吧。我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。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他神色不变。我认识你，宋彦东的朋友，上次看见你们一起吃饭了，咖啡店里。他举着手机在我眼前晃。你想不想知道那天我说了什么？我嘴硬，毫无兴趣。是吗？你不想知道宋彦东为什么疏远你了吗？他语气里带着一丝怪异的炫耀和挑衅。我不是的皱了下眉。
我想知道，我会去问他，我相信他会告诉我的。他冷笑一声，他可不会告诉你，他怕你嫌他恶心。我砰的一声放下杯子，面色不善的盯着他。注意你的言辞。他凑近看了看我，看来你还挺喜欢他，希望你永远这么喜欢他。说着，他点了一下手机，模糊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应该是那天的对话。怎么着，又有新朋友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哟，行啊，现在都会这么说话了。有了新人忘了旧人啊。你那个朋友知道你是个喜欢男人的变态吗？知道你从几岁就开始喜欢男人吗？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家什么情况，会不会还这样跟你好啊？你居然也配交朋友，还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人。一段空白过后，宋彦东带着恐慌的声音响起，你别告诉他。哼，想让我别告诉他，那你就该离他们远点。好好想想吧。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后面应该是我走了过去。所以他离开了。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，不懂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。他有些好笑的看着我，看来你不懂，那我就给你解释解释。眼前的人是宋彦东很久以前的朋友。宋彦东当时年纪小，但也知道男生喜欢男生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他瞒得很好，没告诉任何人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喜欢男生的事情被他妈妈发现了，他妈妈把他狠狠骂了一顿，随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来他家找他玩的朋友。小孩子的年纪，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们说这是变态就是变态，说这种事恶心就是恶心。从那天起，宋彦东没有了任何朋友，而眼前这个他最好的朋友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他恶心，骂他变态，骂他交朋友是不怀好意。宋彦东从此没有再交任何一个朋友，因为所有的男性朋友都会被他妈妈吓走，而所有走的人最后看他的眼神都像是看有害物体。怎么样，还要跟这个喜欢男人的变态做朋友吗？他笃定的看着我，似乎确定我会因此立刻远离宋彦东。我好笑的看向他，所以你为什么忽然跟我说这些？因为宋彦东不听我的了，我明明说了让他不许再见你，可我还是看见他拿着你的照片一直看，这是他活该。我好整以暇的开口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喜欢男人。他表情空白一瞬，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喜欢男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是你太孤陋寡闻，你真该上网查查，有多少男生喜欢男生。说着，我忍不住笑了下。宋彦东也真是把脑子学傻了，居然会因为你的这几句话就不理我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不是他朋友，我是他男朋友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宋彦东，懒得和他多说一句废话。我转身走人，临走前我看了他一眼，轻飘飘的扔下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副样子就是嫉妒。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拨通宋彦东的电话，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明亮的午后，我却觉得莫名心慌。许久没听过的机械电子音忽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时间循环即将开始。我大脑嗡的响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跌跌撞撞的往学校跑。辅导员发出尖锐的报名音从我身边擦肩而过，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，这个高度往上看其实看不到什么，但我仿佛能看见宋彦东清晰的身影。我不顾一切的往楼顶冲，我上去时辅导员瘫倒在地上喘着气劝他。我的动静太大，楼顶上的人都看向我，站在围栏上的宋彦东也转过来看着我，四目相对。他迟钝的眨眨眼，没反应过来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我心悸了一下，看着他忍不住眼眶酸涩。外人眼里样样都优秀的人，却有着这样的过往。我无法想象他一个人是怎么度过这漫长的岁月，走到我面前的。以前曾无比痛恨把我卷进这个循环里的系统，可此刻我却开始感谢他。真是栽了。我颤抖着叫宋彦东的名字，他几乎快落下泪来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。我故作轻松，你站在上面干什么？他说了句完全不相干的话，你见过他了是吗？我手心开始冒汗，湿漉漉的。我开始装委屈，见过了，
他骂我。宋彦东一愣，随后整个人肉眼可见的生气起来。骂你？凭什么？我看了眼周围的人，闭了闭眼，破罐子破摔。因为我说我喜欢你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他就骂我是变态，骂的可难听了。宋彦东，你觉得我是变态吗？楼顶呼啸而过的风声中，我听见他颤抖着的声音。你不是。我终于忍不住笑起来。他看着我，很久很久之后，露出一个小小的酒窝。我放下心来，伸手。那你也不是。他慢慢走下来，握住我的手。那你有怨过你妈妈吗？我放心不下，跟着宋彦东回了他住的房子。宋彦东躺在我旁边，乖巧的摇了摇头。没有，我没怨过他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。我转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，他明明喜欢男人，却骗了我妈跟他结婚。话说到这里，就不用再说了。我和他心照不宣的停止了交谈。他情绪肉眼可见的低沉下去，我安抚的摸摸他的脑袋。可是这不是他这样对你的理由，你没做错任何事，喜欢男生没什么不对的，错的是不敢承认，还拖女生下水的人渣。要回校那天，我才知道我们宿舍的第4个人就是宋彦东。我无语的看着他，你干嘛一开学就住校外，整的每次有宿舍活动？就我们是3个人。他低眉顺眼的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当时我不知道是跟你一个宿舍，不然我肯定不会住校外的。我哽了一下，脸有点红。谁说这个了？他无辜的看着我，可这是我的真心话，招架不住，根本招架不住。顶着这样一张脸，一本正经说这种话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轻咳2声，带着他往宿舍走。宋池臭着一张脸坐在凳子上，连续一晚上招呼没打也没回来。我心虚的笑了笑。他拉着我往外走，宋彦东想跟出来，被陆然拐走了。宋池瞪着我，我眨眨眼装可怜。明明你当初说了你不喜欢男生，我冲他笑。当时我真不喜欢，很久之前，宋池以测试为由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不喜欢男生。可这玩意儿谁能想到啊，我当时可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可爱妹妹。谁知道宋彦东也这么可爱呢，还听话，还乖巧。他泄了气，其实我当时看见他给你色情书了，我还想着等下就拿走丢掉，可我没想到那么快就回去。我震惊的转头看他，他不痛快的看向我。看什么？我身为你的朋友，有责任阻止你误入歧途。我摇摇头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次循环。我都不知道宋彦东暗恋我，原来是他的情书被扔掉了。循环的时间越来越靠前，所以我这次才有机会看到这封情书。我看着宋池认真的告诉他，这不是歧途。大4毕业那年，宋彦东以公司为礼物换得我带他回家的机会。路上，他紧张的1分钟照一次镜子。我好笑的看着他，这么好看了还紧张啊？他点点头，紧张，我怕叔叔阿姨不喜欢我。他总是这样，用十足的真诚说这些话，让我都没办法调戏他。我扭头帮他整理了下领带，趁机贴近，没关系，我爸妈很喜欢你的。他认真的看着我，为什么？我笑了一下，因为我很喜欢你啊。他们爱屋及乌，他耳朵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。我很少说这种话，所以他忍着害羞要求，我还想再听一次。我好心情的满足他，我喜欢你。再听一次，我喜欢你。再听，我喜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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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够了吗？听不够。也是在这场饭局上，我才知道宋彦东的妈妈去世了。就在他自杀的那天，他鼓起勇气给我送情书，却听到了我和宋池的对话。宋池那天追着我问了好多遍，问我喜不喜欢男生，我都说不喜欢，后来被问烦了，我恼怒的推了他一下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我都说了我不喜欢，别发神经了，离我远点，烦死你了。宋池是因为看到了宋彦东放进去的情书，才会一遍遍再次向我确认，而我也因为无意间的一句话，把他推上了最后一步。因果循环，
我被拽进了这场离奇的循环里。我捧着宋彦东的脸啄了好几下，喜欢你喜欢你，我还是不喜欢男生，但我喜欢你。毕业后的1个月，我带着宋彦东去泡温泉。去之前我暗暗下决心，这次一定要搞到手。这么久了，长这么好看的人在我面前晃，看得见吃不着，真的是馋死了。于是晚上泡温泉时，我有意无意的撩拨他，满意的得到一个被勾得七荤八素的人。我看着他被温泉泡得更加透亮的皮肤，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不争气的有了反应。我内心窃喜，成了。我翻身准备压上去的一瞬间，他声音带着一点可怜，我有点难受。我被他声音里的沙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转身看他，怎么回事？他浑身克制的颤抖，不知道，就是很难受。我一下子熄了火，爬起来凑近看他，要不要去医院？那怎么办？他嗓音有点干涩，如果我在上面应该就不难受了吧？看着他可怜巴巴几欲落泪的表情，我认输的躺在床上。浮浮沉沉间，我忍不住想，这狗东西故意的吧？